中国反而似乎成了他们眼中的列强。最近有个现象特别邪门，你打开那些海外社交媒体，满屏都是老外在深夜的中国街头晃荡，有的在凌晨3点的成都撸串，有的在半夜2点的上海扫码共享单车。他们一脸震惊地对着镜头感慨：很多欧洲媒体说中国晚上的治安非常不好，特别是对女孩子非常危险。最可怕的是，女孩子晚上出门会被卖到山里。我在外国的网络上说了，就是中国晚上还是挺安全吧，但是我被我们国家媒体说了我在收中国政府的钱。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晚上安全还是不安全。那是否女孩子会在这里被卖掉吗？不会，会。不会。现在治安很好。哦，现在治安挺好。对，挺好的。You know, everyone, going out at night in China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because you can lose your money.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Now I'm in a remote area around some factories.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delicious food. 啊，我要这个叫什么？臭豆腐怎么买的？8块，不要8块的。对，是辣的，或者我可以选择不辣的。一点点微少辣。微辣 ？OK， 可以。Now I got my tofu. So this is the mini night market, so you can have food, drinks, and then chill out with your friends. You see how dangerous it is at night in China. You can lose not only your money, but also your abs and muscles. 看着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只想说，兄弟啊，你以为这深夜撸串犬是充话费送的吗？今天呀，咱们就聊点贵的。从咱们那艘让无数人抓心挠肝的004号核动力航母聊起，剖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变成了老外眼里的乌托邦。道德经里讲过，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今儿呀，咱不仅要示人，还得告诉你，这利器背后啊，藏着一套多现实的丛林生存美学。我是不爱放大招，欢迎来到老李记。很多人还在猜啊，004航母到底是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其实啊，它是什么动力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它是国际驰名的降压药。你发现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弱的时候，别人跟你讲丛林法则；当你强的时候啊，别人突然放下屠刀，开始跟你讲世界和平。逻辑反转，很多人以为航母是为了打仗，错，大错特错。航母存在的最高境界是啥？我摆在那儿就是为了让你能心平气和地跟我讲道理。这就好比啊，你邻居是个满身纹身的彪形大汉，以前天天嫌你家炒菜味儿重，动不动就要推你家门。后来你默默在门口挂了一张你练格斗拿金腰带的照片，旁边呢顺便放了根2米长的狼牙棒。从此以后啊，你的邻居不仅不抱怨，眼神都变清澈，还经常端着饺子来问你：大哥，今儿的油烟味啊真香，菜做的倍儿棒，透着一股文明的气息。004号航母就是咱们摆在门口的那根文明狼牙棒。问大伙一个扎心的问题，你有没有刷到过老外的视频？要么是外国博主来中国，凌晨敢独自逛大街，感慨中国晚上比白天还安全；要么是外国人在街头采访，直言想移民中国，这里没有枪击，没有暴乱，不用怕上街被抢，把中国夸成了现实版的乌托邦。咱先别急着骄傲，反过来想，几十年前中国是个啥样？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被列强摁在地上摩擦，东亚病夫的帽子扣了几十年。那时候啊，老外跟咱讲过和平吗？讲过人权吗？讲过公平吗？没有，他们只讲丛林法则，谁拳头大谁就有理，谁实力强谁掠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哪一次不是列强拿着枪炮逼着中国签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那时候的中国，别说乌托邦，能活下来都难。为啥短短几十年天翻地覆？老外的态度从看不起、随便欺
变成了羡慕、敬畏、想投靠。核心答案就藏在2个字里：实力。而今天的主角004核动力航母，就是中国实力最硬核、最烧钱、最能镇场子的活证据。以前中国没航母，海军羸弱，南海、台海周边外国军舰随便闯，侦察机随便飞，咱只能抗议、警告，没别的办法。现在呢，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再加上即将下水的004号核动力航母，4大航母战斗群往海里一摆，谁还敢随便来挑衅？不是老外变善良，是咱的拳头变硬了。这安全的本质就是实力对等，就是你敢动我，我能让你付出毁灭性的代价。你凌晨敢出门吃烧烤，孩子敢独自上学，女生敢一个人加班回家，背后不是运气好，是国家每年用硬核实力把危险挡在了国门之外。这份安稳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奢侈品，没有之一。聊到这儿，肯定有人说大钊你也太极端了，世界还是很美好，老外还是很善良。醒醒吧，同志们，这个世界底层逻辑从来没有变过，从古至今都是弱肉强食，实力为王。司马法早就说透，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咱回溯历史看血淋淋的真相。弱的时候丛林法则是唯一的真理。现在中国的 GDP 全球第2，制造业全球第1，货物贸易全球第1，国防实力全球第2，航母、隐形战机、核潜艇、东风导弹应有尽有。这时候老外突然集体改口，开始呼吁世界和平、多边合作、互利共赢，还把中国当成了乌托邦，想来定居，想来过日子。为啥？不是老外良心发现了，是中国的实力已经强到让他们不敢惹不起，只能换一种方式来相处。就像你在学校，你弱的时候校霸随便欺负你，抢你零食，打你骂你，跟你讲强者为王。等你变强了，能打过校霸，这校霸不但不敢欺负你，还会主动跟你称兄道弟，跟你讲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以和为贵。国际博弈一毛一样，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你弱，你的利益就是别人的盘中餐；你强，你的利益就是别人不敢碰的红线。现在明白为啥中国成了老外眼中的乌托邦了吧？因为中国强大，安全、稳定、繁荣，没有战乱，没有枪击，没有暴乱，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而很多国家战乱不断，治安混乱，经济萧条，老百姓生活在恐惧里。这两相对比中国不是乌托邦，哪是乌托邦？同志们，最搞笑、最讽刺的一点来了，外国人的双标简直比翻书还快，比川剧变脸还精彩。以前老外说中国没有人权、不安全、不自由，现在呢，老外说中国凌晨敢出门，太安全，没有枪击，太幸福，生活太便利了，像乌托邦。以前老外封锁中国技术，不让中国造航母、造战机、造芯片，说中国造不出来，落后就要挨打。现在呢，中国造出004核动力航母、歼35隐形战机、5G 技术，老外又说中国威胁世界和平，搞霸权，太强大了，让他们害怕。中国反而似乎成了他们眼中的列强。以前老外发动战争，侵略别国，掠夺资源，说自己维护和平，传播文明。现在呢，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侵略，不霸权，不搞扩张，帮很多国家建高铁、建港口、建医院。老外又说中国搞债务陷阱、地缘扩张。家人们，这双标绝不绝？是不是又好气又好笑？所以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安全很贵，强国很难，和平来之不易。聊到这儿，很多人会问，为啥偏偏是中国能从一穷二白几十年逆袭成世界强国，还能保持和平、稳定、安全？答案藏在中国5000年的古人智慧跟文化底色里。《道德经》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祖宗的智慧从来不是争强好胜，而是以柔克刚，以不争为争。中国从不主动挑起战争，从不搞霸权扩张，从不欺负弱小国家。但中国绝不退让，绝不妥协，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中国的主权跟领土完整。正是这种不争的智慧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尊重跟支持。也正是这种不争的实力，让那些想遏制中国、欺负中国的国家无计可施，只能干瞪眼。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尊重他人、以和为贵的文明。中国从不搞国强必霸，从不搞弱肉强食，而是讲究天下大同，协和万邦。
历史上，中国曾多次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汉唐盛世，但中国从来没有殖民过别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弱小的国家，反而通过丝绸之路跟各国友好往来，互利共赢。现在的中国更是延续了这种文化底色，好比一带一路，强大了不霸权，富裕了不掠夺，安稳了不忘本。这就是中国跟西方列强最本质的区别，也是中国能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乌托邦的核心原因。西方列强的强大是带血的强大，是建立在侵略、掠夺、殖民基础上的强大，而中国的强大是和平的强大，是建立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强大。一个靠掠夺，一个靠奋斗，一个搞霸权，一个讲和平，一个欺软怕硬，一个以德服人，这高下立判。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向往中国，羡慕中国，想来中国生活。这世间所有的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天意馈赠，而是实力兜底。这世间所有的和平尊重，从来不是人心向善，而是利刃护身。老外眼中宛若奇迹的中国乌托邦，没有玄学，没有运气，只有最朴素也最硬核的真相。我们之所以能凌晨撸串，深夜归途，四季安稳，万家灯火，是因为我们把无数真金白银，无数热血岁月铸成了004航母这样的国之重器，镇守万里河江，替14亿国人隔绝了世间所有的丛林险恶。我是不爱放大招，下期再见。